个冬天的早晨，蒙大拿州的一名男子埃文·卡特突然醒来，他走到门廊，看到温度计显示-48°C，空气如此寒冷，每一片草叶和树叶都结了冰，仿佛在一个永恒的时刻被冻结。埃文是土生土长的蒙大拿人，习惯了寒冷，但面对有生以来最冷的气温，他还是瑟瑟发抖。卡特从未想过，在这样极寒的一天，竟会发生一件改变他一生的事情。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热咖啡，打开电视看天气，但外面呼啸的风把他的注意力从屏幕上拉开。他站在大窗户旁边向外看，意识到风太大了，厚厚的积雪被吹成白色的柱子。突然眼前的一幕让他愣住了，他震惊地把咖啡杯掉在了地上，热咖啡透过磨砂玻璃溅到地板上。此时的窗外正有一只母兔狲蹲在窗框上，它银白色的皮毛上挂着霜冻，它光滑的身体在严寒中颤抖，而它的身后3只幼崽紧紧依偎在一起，浑身颤抖，几乎被风雪吞没，皮毛上沾满了灰尘，在无尽的白雪中几乎看不清它们小小的身体。兔狲们剧烈地颤抖着，它们微弱的呜咽声几乎被呼啸的风声淹没。最小的幼崽突然倒下，虚弱的身躯无力地抽搐着，似乎已经到了生命的极限。兔狲妈妈似乎感觉到了紧迫性，她抓着最小的幼崽的颈背，把它带到窗户附近。她的动作有目的，但很温柔，每一步都充满了母亲的决心。她轻轻地把她小小的身体压在玻璃上，她的呼吸使疼痛变得模糊。她抬起头，直直望向埃文，仿佛在无声地恳求着：“救救她的孩子！”风愈演愈烈，呼啸着穿过夜空，雪花像利刃般拍打着窗户，发出尖锐的爆裂声，让这一刻显得更加绝望和紧迫。埃文站在窗前，一动不动，心脏剧烈跳动着。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情景，也从未想过自己会遇到这样一个令人震撼的求助时刻。窗外，母兔狲轻轻抬起一只爪子，缓慢而坚定地敲击着玻璃，节奏分明，仿佛是在传递某种讯息。他的目光专注而恳切，琥珀色的眼睛里透着焦急与哀求。他的孩子们正蜷缩在风雪中，最小的一只已经倒下，奄奄一息。如果再不采取行动，他恐怕熬不过接下来的几分钟。埃文犹豫了，他知道把野生动物带进家里是他最不愿做的事情，但看着那只虚弱的小幼崽，他明白自己别无选择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尽量平稳因寒冷和紧张而微微颤抖的手，走到门口，缓缓打开了一条缝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母兔狲立刻行动起来。它轻轻地叼起幼崽，把它放在门口，然后小心翼翼地退后一步，低伏着身体，像是在向它表明它没有威胁。他的目光始终紧紧盯着它，眼中充满希望，也满是绝望。埃文最终无法拒绝，他弯下身，将那只小小的幼崽抱起。他的身体冰冷得几乎感觉不到一丝生命的温度。他毫不迟疑地将它带进屋内，让它远离无情的寒风。母兔狲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随即迅速看向仍然蜷缩在雪地里的另外2只幼崽。他再次抬头看向埃文，眼神里满是祈求。情况比他预想的更加复杂。他知道，如果只救走一只，另外2只也撑不了多久。咬了咬牙，他再次推开门，示意他把剩下的幼崽带过来。这一次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一个接一个，小心翼翼地将幼崽推向他。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母亲的谨慎与爱护。当3只幼崽都安全进屋后，埃文的目光落在仍然站在门口的母兔狲身上。他没有贸然闯入，
而是静静地等着。雪花在他周围旋转，他的耐心与克制让他有些意外。他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轻轻点头，向旁边让开。母兔狲缓缓踏入屋内，步伐优雅又谨慎。他微微抖了抖身上的雪花，适应着屋内的温暖。他并没有表现出野生动物常有的惊恐与不安，反而似乎明白自己现在是客人。他轻轻地蹭了蹭家具，像是在熟悉周围的环境，但始终保持在幼崽们的身边。埃文没有再多想，赶紧收集起毯子，叠好后铺在壁炉旁，为兔狲一家搭建了一个温暖的窝。母兔狲几乎立刻行动起来，它用爪子和鼻子轻轻地调整着毯子，确保幼崽们都能被包裹在温暖之中。它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母性的温柔和细心，仿佛在用最后的努力为孩子们打造一个最安全的避风港。当他终于安顿好幼崽后，缓缓抬头看向埃文，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闪烁着近乎人类的情感，深邃而真挚，似乎透过他的灵魂向他表达着某种无言的感激。他感到胸口涌起一股温暖，一种超越种族、难以言喻的连结在这寒冷的夜晚悄然形成。屋外，暴风雪仍在肆虐，风声如野兽般怒吼，仿佛要吞噬一切。但在这间小屋里，空气开始变得柔和，寒冷与绝望被温暖和希望悄然驱散。曾经颤抖和虚弱的幼崽渐渐恢复了活力，最小的一只蜷缩在火堆旁，发出一声微弱的叫声。那是它到达后的第一声呜咽，虽然声音微不可闻，却如同一线曙光，温暖了整个房间，带来了无尽的希望。埃文静静地注视着兔狲妈妈，她俯身一遍遍地舔着每一只幼崽，她粗糙的舌头在它们身上游走，温暖而有节奏地为它们驱散寒意，仿佛在安抚它们，唤回它们的生命力。尽管这些幼崽天性野性十足，但它们此刻竟表现得出奇的安静。它们紧紧依偎在母亲身旁，偶尔抬头，眼神好奇地瞥向埃文，却没有一丝恐惧。它们似乎明白自己此刻是安全的，仿佛知道周围的世界不再是威胁。它们对埃文充满了信任，时间仿佛在这一刻放慢了脚步。埃文站在一旁，注视着这一家人的互动，火光在他们的皮毛上跳跃，形成一抹温暖的金色光辉，与窗外冰冷的荒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兔狲妈妈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从容且温柔，充满了本能的保护和照顾。最小的幼崽现在也能更稳地站立，发出一声更为柔和的声音。它蜷缩在兄弟姐妹中间，显得更有自信。埃文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吸引，他感到自己正在见证一种原始而神圣的生命力量。外面的风暴依旧肆虐，呼啸声如同猛兽的咆哮，在空旷的天地间回荡。然而在屋内，一种无言的安宁与纽带悄然形成。兔狲妈妈再次投来一个目光，这一次她的眼神停留得更久，仿佛在用一种无法言喻的方式表达她的感激。埃文依旧握着早已冷却的空咖啡杯，感觉喉咙中涌上一股无法言说的哽咽。如此凶猛且野性的动物，怎么能展现出如此的温柔与理解？这一刻，他感到一种深深的谦卑，心中充满了无言的敬意。那一刻，埃文意识到，这次邂逅是多么的不寻常，仿佛一切都被某种命运的力量所安排。随着时间流逝，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沉浸在这场景中。兔狲妈妈时刻保持警觉，她的一只眼睛盯着她的幼崽，另一只则紧紧注视着埃文。她的举止充满了信任，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保护她的孩子们。那种不屈不挠的母爱，
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情况变得更复杂了。兔孙妈妈突然站起身，缓慢而谨慎地走向厨房，她的动作小心翼翼，生怕打破了屋内的安宁。她停在柜台旁，回头看了一眼埃文，耳朵竖得笔直，仿佛在寻求他的许可。埃文明白了他的无声请求，迅速抓起一个盘子，将一小块煮熟的鸡肉放上，然后小心地放在地板上。兔孙妈妈闻了闻食物，确认没有问题后，便小心翼翼地将它带回去，分给他的幼崽们。他分配食物的方式依旧充满谨慎与爱护，仿佛每一个举动都在告诉埃文，他是多么细心地照料着他的家人。外面的暴风雪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，雪花堆积在窗户上，风依然如凶猛的野兽般咆哮。然而在屋内，壁炉的温暖与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这份特殊纽带，创造了一种超现实的氛围。火光闪烁，温暖的光芒仿佛在编织一种无形的咒语，软化了现实的边界，模糊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。然而，事情却变得更加复杂。埃文突然意识到，他所承担的责任远远超过了他最初的预期。野外的脆弱与生存压力突然变得如此真实，摆在他面前的不仅是这3只幼崽，更是他们的生死命运。他不能再将他们送回那无情的暴风雪，他们需要时间来恢复，而他就是他们在接下来几个小时里唯一的希望。兔孙妈妈的行为仍然让埃文感到震惊和欣喜，他非常小心谨慎，生怕打扰到房子里的任何一件物品。即便如此，他依然会用那条已经磨损的毛毯，小心翼翼地将掉落的毯子重新推回到堆叠上，动作如此温柔，仿佛每一处细节都充满了他对这个地方的珍惜和依赖。他的举动无一不透露出他的智慧与母性，而这些细节让埃文不禁对这只兔孙妈妈产生了深深的敬佩。他的幼崽现在变得更加活跃了，开始在房子里四处探索。尽管他们如此年轻，却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自控力。他们不再像典型的野生动物那样乱跳乱闹，而是小心翼翼地走动，轻轻拍打着木地板的每一寸角落。他们似乎明白这里不是他们的家，而是一个临时的避风港，因而每一步都充满了谨慎与好奇。他们的动作既优雅又充满了探究，就像在感知这个新世界的边界，甚至会主动靠近壁炉，享受那股温暖，却从不爬上或抓挠任何家具，仿佛对这些设施充满了自然的敬畏。埃文站在一旁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所见的一切。兔孙妈妈展现出的智慧与意识，超出了他之前的任何想象。他的行为充满了目的性，甚至仿佛能通过肢体语言与他进行交流。每当他歪着头或者甩动尾巴时，埃文都能感受到他在表达某种需求。特别是有一次，他回头看了看最小的幼崽，那只在兄弟姐妹们身后跟不上脚步的小兔孙，他发出一声轻柔的咆哮。兔孙妈妈立刻低下头，用鼻子轻轻地推了推他，鼓励他向温暖的毯子走去。他的母性本能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充满了深深的爱与照顾。然而，令埃文最为震撼的，还是兔孙妈妈在暴风雨减弱时的举动。她缓缓起身，伸了一个懒腰，似乎在暗示着这一切终于该结束了。她用鼻子轻轻蹭过每一只幼崽，像是在鼓励他们跟着她走到门口。埃文感到一阵寒气扑面而来，但他依然慢慢打开了门。外面的冷空气立刻涌入，让他不禁打了个寒战。幼崽们犹豫了一下，小嘴巴沉入雪中，
他们的小步伐显得有些踌躇，似乎对于即将面临的未知世界感到迷茫。他们的轻柔叫声随着凛冽的风飘散，几乎被风吞没。兔狲妈妈看到这一幕，耐心地用鼻子推着他们，轻轻地鼓励他们往前走。她的耐性和坚定，仿佛告诉他们，这是他们应该去的地方。尽管外面寒风刺骨，但前方的世界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家。她的眼神充满了坚定与关爱，尽管周围环境艰难险恶，她依旧无畏。埃文站在门口，看着这一切，感到内心一阵震动。就在他准备关上门时，兔狲妈妈突然转身，轻轻地用爪子触摸了他的胳膊。那一刻，埃文几乎能感受到他传递出来的感激之情。他的眼睛凝视着他，眼神中充满了感谢和依赖，仿佛没有语言能比这更为深刻。他明白，自己与这只兔狲妈妈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种跨越物种的情感纽带。随着兔狲一家渐行渐远，他们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漫天大雪中，融入了那片纯白的森林。埃文依然站在门口，直到他们彻底消失在视野之外。此时，周围的沉默显得格外深沉，却并不空洞。兔狲妈妈与幼崽们所带来的温暖，仍旧在他的心头荡漾，让他对野生动物的智慧与情感有了全新的理解。那种无声的联系，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记忆里。几天后，暴风雪终于停歇，阳光从云层中洒落下来，照在雪地上，反射出耀眼的光芒。埃文决定走出家门，清理门前堆积的积雪。正当他弯腰拾起铲子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。他回头一看，惊讶地发现兔狲妈妈和她的3只幼崽正站在不远处。母兔狲的眼神与之前一样，依旧透着熟悉的光芒，那种感激的情感没有改变。埃文微微一笑，心中涌起一股温暖，轻声说道：“你们回来了。”母兔狲走近他，轻轻用头蹭了蹭他的腿，仿佛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感谢。幼崽们也跟着围了上来，好奇地嗅着埃文伸出的手。埃文蹲下身，轻轻地抚摸着他们的头，感受着他们毛发下透出的温暖。那一刻，他心中涌上一股难以言喻的幸福感。从那以后，兔狲一家时常会出现在埃文的家附近，仿佛这里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第2个家。为了让他们在寒冷的夜晚有一个栖息之地，埃文特意在后院为他们搭建了一个小小的窝。这个冬天，埃文不再感到孤单，他与兔狲一家建立了一种深厚的友谊，那种跨越物种的情感纽带，让他在严寒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壁炉里的火光映照着兔狲一家安详的身影，埃文的心中充满了满足与幸福。他知道自己不仅拯救了兔狲一家，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温暖与归属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故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并分享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